2025年12月9日，在俄罗斯发生了一件让全球航空迷都心碎的事情。随着几声并不正常的轰鸣，一架巨大的飞机在半空中突然断成了2截，像一块被掰断的威化饼干一样，重重地砸向了地面。这就是俄罗斯空天军名册上最后一架还能飞的安-22运输机。它的坠毁不仅仅是一次空难，更像是一场迟到了30年的葬礼，标志着那个为了把坦克送上天，不惜挑战物理极限的疯狂时代彻底画上了句号。要知道，这架飞机可不是一般的老破小，它是苏联航空工业的掌上明珠，工业奇迹。在他服役的60年里，他拿下了41项世界纪录，甚至在2025年，它依然是人类历史上能飞上天的最大的螺旋桨飞机。那么问题来了，这架被誉为空中大力神的巨兽，为什么会在一次简单的维修后试飞中突然暴毙？是俄罗斯的地勤人员和多勒伏特加拧错了螺丝，还是说这架飞机的设计本身就埋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致命缺陷？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架苏联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看看它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因为一个荒唐的原因最终走向了毁灭。要想搞清楚为什么安-22会在2025年折断在空中，我们首先得看一份实时报告。根据目击者拍下的视频和现场流出的消息，这架注册号为 RF08832 的安-22死因非常离谱。它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也不是因为天气太恶劣，而是死于空中解体。说的直白点，就是飞着飞着机身结构自己散架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安-22那是出了名的皮实耐造，怎么会脆弱到这个地步？其实这背后的原因比故事本身更让人唏嘘，因为这架飞机实际上是一个被强行续命的缝合怪。说到这儿，就得聊聊安-22尴尬的户口问题了。虽然他在俄罗斯空军服役，但他的设计老家是大名鼎鼎的安东诺夫设计局，而这个设计局的地址在乌克兰的基辅。它的生产线呢，也不在俄罗斯，而是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也就是当年的塔什干飞机制造厂。至于这架飞机最核心的那4台动力发动机，维修厂也在乌克兰。如果是搁在苏联时期，这叫举国体制，大家分工合作，其乐融融。但这苏联一解体，特别是在2014年之后，事情就变得麻烦了。俄罗斯手里的安-22就像是一个断了供的孤儿，想要修发动机，对不起，乌克兰那边不给修；想要换机身结构件，塔什干的工厂早就改行或者倒闭了。所以在过去的这10几年里，俄罗斯维护这几架安-22的办法，基本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这一架不飞了，就把零件拆下来装到那一架上，这就像医院里的器官移植。不过金属也是有寿命的，特别是在安-22这种重型运输机身上，金属疲劳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到了2024年，俄罗斯本来已经宣布要退役所有的安-22，让这位老人家安享晚年。但前线的战事吃紧，重型装备运不过去，1276又不够用，没办法，俄军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架本来该进博物馆的 RF08832又给拖了出来，试图给它强行续命。结果就是在没有远程技术支持、没有合格备件的情况下，这架飞机的控制感系统或者某个关键的成立结构在试飞中发生了断裂。这就像是你非要开着一辆里程表爆表、还没法去 4S 店保养的老爷车去跑达喀尔拉力赛，结果只能是车毁人亡。所以说安-22的这次坠毁表面上是一次机械故障，实际上它是死于那个已经分崩离析的工业体系。当制造它的3个国家变成了路人甚至仇人，这架必须依靠3个国家才能生存的巨兽，它的死亡其实在起飞前就已经注定了。虽然结局很悲惨，但这并不妨碍安-22在航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你穿越回60年前，看到这架刚出厂的安-22，你绝对会被它的设计逻辑给震惊到。咱们先从它的名字说起，苏联人给它起的代号叫安泰，这个名字起得非常有水平。在希腊神话里，安泰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这个巨人的设定很 bug， 只要他的双脚站在大地上，他就是无敌的，力大无穷，谁也打不过。而这恰恰就是安-22的设计思路的体现。它就是一架为了在泥地里打滚而生的飞机。在那个冷战最疯狂的年代，苏联人面临一个巨大的头疼事，他们造出了射程万里的导弹，造出了成千上万的坦克。但是苏联的国土太大了，而且大部分地方路况那是相当感人。如果打起仗来，怎么把这些几十吨重的铁疙瘩快速运到西伯利亚的荒原，或者运到非洲的沙漠里去？当时的机场可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混凝土跑道，大部分都是碎石地、草地，甚至是压实的雪地。一般的喷气式飞机娇生惯养，一旦吸进去一点沙石，发动机就得报废。
于是苏联军方一拍桌子，给安东诺夫设计局下了一个死命令：给我造一架飞机，载重必须超过60吨，肚子里要能塞进最重的坦克，最关键的是它必须能在烂泥地里起降。这甲方需求一提出来，工程师们的头发估计都掉了一半。要在烂泥地上起降一架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50吨的庞然大物，这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违反物理学常识。但是苏联工程师的脑洞那是出了名的暴力，既然常规路子走不通，那就直接力大专飞，剩下的俺寻思没啥问题。最终为了解决动力问题，他们没有选用当时还比较娇气的喷气发动机，而是搞出了一个直到今天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怪物，那就是库兹涅佐夫 NK-12MA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大家可能觉得螺旋桨飞机那不都是二战时的老古董吗？速度慢，劲儿还小。你要这么想，那可就太小看苏联人的暴力美学了。这台 NK-12MA 发动机单台功率就能达到恐怖的15000马力，这是什么概念？4台加起来就是6万马力，相当于把一艘巡洋舰的动力塞进了一架飞机里。为了把这股怪力转化为推力，工程师给每台发动机装了2组巨大的螺旋桨，而且这螺旋桨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叫共轴反转。简单说就是一根轴上串了2组桨叶，前一组顺时针转，后一组逆时针转。这种设计可不是为了好看，或者是为了显摆技术。咱们都知道，普通的单螺旋桨飞机转起来会产生巨大的扭力，飞机会不自觉地往一边偏，而且气流经过螺旋桨后是乱糟糟的漩涡，浪费了不少能量。但共轴反转就不一样了，后面那组反着转的螺旋桨刚好把前面那组产生的旋转气流给捋直了。这一捋直不要紧，喷出来的气流就像喷气式飞机一样笔直向后，推力效率直接拉满，高达90%。这就好比是你用风扇吹风，普通风扇吹出来的是散风，而 N-22 这台风扇吹出来的是一根风柱子，而且这根风柱子还会以此其极快的速度直接吹向机翼，给机翼提供额外的升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N-22 这么大个块头能在短短1000米的跑道上拔地而起，靠的就是这股简单粗暴的蛮力。当然，这种设计也不是没有副作用，最大的问题就是吵，真的太吵了。2个巨大的螺旋桨以超音速的夜间速度互相切割空气，那种噪音简直就是一种声波武器。据说 N-22 飞过头顶的时候，那种低频震动连海里的潜艇声呐都能听得见。对于机组人员来说，飞一次 N-22 基本上就跟在重金属摇滚现场趴在音箱上睡了一觉差不多。解决了动力问题，还得解决机身强度的问题。既然要运坦克，机身就得做得特别宽大。N-22 的货舱直径接近6米，在那个年代，这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宽体运输机。但是要把这么大一个管子运上8000米的高空，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气压。咱们的朋友都坐过民航客机，肯定都知道，飞机飞高了以后，机舱里是要加压的，不然人就会缺氧。但是给一个这么巨大的货舱加压，机身结构就得做得像高压锅一样厚实，那重量可就得蹭蹭往上涨了。这对于寸土寸金的运输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那怎么办呢？苏联工程师给出的方案简直就是极简主义的典范。他们说，谁说整个飞机都要加压了？飞行员是人，需要加压，那后面的坦克又不用呼吸，给他加什么压？于是 N-22 出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设计，它采用了局部增压，也就是只有机头的驾驶舱那小小的一块区域是增压的，就像一个舒适的空调房。而后面那个长33米、宽4米多的大货舱基本上是不增压的，或者是只维持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气压差。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是一名跟随坦克空降的伞兵，或者是负责看管货物的押运员，当飞机飞到几千米高空的时候，你就得全副武装，戴上氧气面罩，穿上厚厚的棉大衣，去忍受缺氧和严寒。可以说 N-22 的货舱在高空飞行时和一辆漏风的敞篷车也没啥区别。这种设计完全牺牲了舒适性，换来的却是结构重量的大幅度降低，让 N-22 能多拉好几吨的货物。这种为了性能不管是人还是货只要不死就行的设计思路非常的苏维埃，也是 N-22 身上最鲜明的性格标签。动力有了，机身也有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怎么让这个大家伙在烂泥地里降落而不陷进去。咱们看看现在的民航客机，起落架通常都很精致，轮子也不多，那是给平整跑道准备的。但你看一眼 N-22 的肚子，你就会发现这货简直就是个长了翅膀的蜈蚣。它一共有14个巨大的轮子，而且全部都是低压轮胎。主起落架没有采用常见的一根大柱子，而是分成了3组，每边3个独立的杠杆支柱，这就有点像现在的独立悬挂越野车。
这种设计的好处是，它可以把200多吨的重量均匀地分摊到每一个轮子上，大大减小了对地面的压强，哪怕地面软一点也不会陷进去。而且安2还配备了一个在那时堪称黑科技的系统，叫中央胎压调节系统。这玩意儿通常是给重型军用卡车用的，飞行员坐在驾驶舱里，按几个按钮就可以直接给这14个轮子放气。如果前面是一片松软的沙地，或者是刚下过雨的泥地，飞行员就把胎压降低，让轮胎瘪下去，增大接触面积，就像给飞机穿了一双雪地靴。如果是在硬化跑道上，那就把气打足，减少阻力。这种能在空中变身的能力，让安2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地形运输机。你经常能看到一些老照片，安2降落在尘土飞扬的野战机场，后面卷起的黄沙把半个机身都盖住了，但它依然能稳稳地停住，然后打开巨大的尾门，吐出2辆坦克或者几百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这就是安2，一个不讲究舒适、不讲究噪音控制，甚至不讲究外观对称的糙汉子，但他却把能拉、能跑、不挑食这几点做到了极致。聊完了安2那暴力到不讲理的工程设计，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这玩意儿设计的这么粗糙，又吵又不舒服，真的好用吗？事实证明，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所谓的精致都是花拳绣腿。安2用他那一身蛮力，在人类航空史上硬生生地刷出了41项世界纪录，其中很多纪录甚至到现在都没人能破。原因很简单，后来的人再也没造过这么大的螺旋桨飞机了。最离谱的一次是在1967年，也就是这架飞机刚问世没多久，苏联飞行员为了显摆它的性能，直接往肚子里塞了100吨的金属块，然后一脚油门把这100吨的载荷送到了7848米的高空。各位，咱们换算一下，这相当于把一列满载的火车车皮直接举到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这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表现，直接把当时的观察家看傻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美国的C141还在玩泥巴， C5银河还在图纸上画圈圈，安2就是当之无愧的空中霸主。而这种霸主地位很快就在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安2这辈子基本上就是一部苏联冷战的编年史，哪里有红军的影子，哪里就有他那个标志性的双垂尾。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阿拉伯盟友被以色列打得找不着北，急需防空导弹和雷达。苏联启动了大规模的空力输送，安2成了绝对的主力。为什么？因为很多大型的防空雷达车或者萨姆导弹的发射架，安12装不进去，1276那时候还没成熟，只有安2这大度量能做到整车吞入，整车吐出。但这架飞机真正让人印象深刻，或者说让人感到心情复杂的，还是在阿富汗战争期间。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安2是第一批降落在喀布尔机场的飞机，它运来了成建制的空降团，运来了重型坦克。但随着战争的泥潭越陷越深，安2的任务从运人进去变成了运人出来。那时候，安2巨大的货舱里经常装满了一种特殊的货物，代号卡狗200，也就是阵亡士兵的新皮棺材。因为载重量大，一架安2就能带走几百名士兵的遗体。在那段悲伤的岁月里，安2巨大的轰鸣声对于很多苏联家庭来说，那是噩耗的代名词。而且正是因为安2飞得慢，噪音大，它在阿富汗的山区里简直就是游击队防空导弹的活靶子。1984年，一架安2在喀布尔起飞时被一枚红眼导弹击中，这次惨剧导致200多人遇难，这也成了安2服役生涯中最惨痛的一道伤疤。但即便如此，直到苏联解体前，安2依然是苏军手中不可替代的战略重锤。哪怕它老了旧了，但只要还需要在烂泥地上扔下80吨的重装备，首选依然是它。如果说运坦克、运棺材只是安2的本职工作，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活就真的只有他能干了。这造就了航空史上最滑稽但也最壮观的一幕：飞机背飞机。到了80年代，苏联为了跟美国的 C5 竞争，那是下了血本。安东诺夫设计局搞出了更大的安124鲁斯兰，后来甚至搞出了世界最大的安225梦幻。但是造这2款超级飞机的时候遇到个大麻烦，安124的机翼太大了，哪怕是拆开了也没法通过铁路运输，因为隧道的洞口不够宽，也没法用其他飞机运，因为塞不进货舱。那怎么办？把工厂的路拆了，还是在河里挖条运河？这时候老将安2站了出来，工程师们一拍脑门，既然塞不进肚子里，那咱们就把它顶在头上飞不就行了？这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但苏联人真就这么干了。他们改装了几架特殊的安2，在机身背部装了几个巨大的支架，然后把安124甚至是后来安25的巨大机翼直接像背书包一样背在了安2的背上。但是问题来了，这么一大坨东西顶在头上，气流全被挡住了，后面的双垂尾吃不到风，飞机就会失去方向控制，飞着飞着就得转圈圈。这时候安东诺夫工程师的暗寻思又上线了，
既然2个尾巴不够用，那我就再加一个。于是他们在原本的双垂尾中间又硬生生的插了一个巨大的垂直尾翼，这就搞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3垂尾版安22。就这样，这架老飞机背负着比自己还要先进还要庞大的后备的零件，往返于塔什干和基辅之间，完成了上百次运输任务。可以说，如果没有安2这位老父亲的驼背前行，就没有后来安124和安25的辉煌。甚至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也是安2第一时间把巨大的混凝土泵车和防辐射铅板运到了现场，因为只有它能在那种遍布瓦砾的废墟机场强行降落。然而，辉煌的故事往往都有一个悲凉的转折。对于安2来说，这个转折点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一夜之间，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钢铁巨人发现自己成了没娘的孩子。而且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体部件被分在了3个不同的国家，他的设计图纸和知识产权归了乌克兰的安东诺夫国营公司，他的生产线和模具留在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而他最大的用户和机队却留在了俄罗斯空军手里。起初，这3家还能勉强维持合作，毕竟大家都要吃饭，俄罗斯给钱，乌克兰给技术，乌兹别克斯坦给零件，安2还能凑合着飞。但是随着地缘政治的裂痕越来越大，这根脆弱的生命线终于崩断了。特别是2014年之后，乌克兰彻底切断了所有对俄军用航空技术的支持，这对于安2来说简直就是判了死刑。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脏 NK12 发动机虽然那是俄罗斯库兹涅佐夫设计的，但核心的维护技术和备件长期依赖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特别是那个复杂的共轴反转减速齿轮箱，那是精密机械的巅峰，俄罗斯自己的工厂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合格的替代品。于是从2015年开始，俄罗斯手里的安2机队就开始了漫长的慢性死亡，坏一架就停一架，然后把它拆散了，把能用的零件装到还能飞的飞机上。到了2022年，冲突全面升级，这种器官移植也维持不下去了，因为战损、高强度出动让仅存的几架安2机体寿命迅速耗尽，金属疲劳像癌细胞一样在机翼大梁和机身框架里蔓延。按照正常的逻辑，这时候就应该让他们全体退役，进博物馆供起来。但是战争不讲逻辑，前线对重型运输机的需求是无底洞，俄罗斯空军不得不在2024年做出那个致命的决定，强行延寿，让最后一架还能动的 RF-08832继续飞。时间回到了开头提到的2025年12月9日，现在我们终于能看懂这起事故背后的草蛇灰线了。根据事后的调查分析，这架 RF-08832号机在起飞前进行的所谓大修，其实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赌博。地勤人员在缺乏原厂技术手册更新、缺乏正规探伤设备，甚至缺乏合格的高强度钛合金螺栓的情况下，试图修复这架60岁老人的骨质疏松。有传言说，导致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控制副翼的一根连杆断裂，或者是尾翼的液压制动器卡死。而这个致命的部件很可能是一个从另一架已经在露天坟场里晒了20年太阳的废弃安2身上拆下来的二手货。当飞行员试图在空中做机动动作时，这根早已锈蚀疲劳的连杆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力量，啪的一声断了。紧接着，巨大的气动力瞬间撕碎了机身结构，让这架承载着苏联航空最后荣耀的飞机变成了一堆燃烧的废铁。这起事故与其说是机械故障，不如说是体系的崩塌。一架复杂的战略运输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是整个工业体系的终端显示器。当设计、制造、维护这3个环节被国界线无情的切断，当曾经的朋友变成了死敌，安2这种需要举国之力才能伺候好的神兽，就注定只能在孤独和破碎中走向灭亡。随着 RF-08832的坠毁，安2安泰的故事彻底画上了句号。不仅仅是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像安2这样的飞机了。为什么？因为时代变了，现在的航空工业追求的是省油、静音、维护方便，那是涡扇发动机的天下。像安2这样以此其巨大的噪音、极其复杂的机械结构去换取极致野战性能的怪物，已经不符合现代商业和军事的性价比逻辑了。以后的天空是属于C-17的，是属于运20的，甚至是属于A400M 的，它们都很先进、很精密、很舒适。但是那个充满着机油味、充满着暴力轰鸣，为了把一辆坦克扔进泥地而不惜把螺旋桨造出花来的时代，永远的过去了。安2就像它的名字里的巨人安泰一样，它的力量源于大地，源于那个曾经统一、强大，为了一个目标可以不计成本的苏联工业大地。当那片大地分崩离析，当它失去了土壤的滋养，这个巨人除了倒下别无选择。如果你下次在博物馆里或者在老电影里看到这个长着4个大螺旋桨、屁股后面还有开个大口的怪家伙，请记得不要嘲笑它的丑陋，也不要嫌弃它的噪音，
因为它证明过人类为了征服天空和大地，曾经有过多么狂野的想象力。好了，关于222这悲壮的最后一舞，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也感慨于苏联时代那种不计成本的工业奇迹，别忘了长按点赞。最后留个问题给各位大神在评论区讨论：在222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后，你觉得未来的天空是属于运20、C17这样的喷气式，还是会有新的运输机诞生？咱们评论区聊聊。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